1960年3月，葫芦村四面群山环绕。这不是我10岁时候家里的样子吗？我这是穿越了，还是在做梦？哦！我操！没毛。李建尧又惊又喜，惊的是居然可能真的穿越了，喜的是这个时间爷爷奶奶还在。爹，给我来根烟。给我放下！老二，你长行市了，敢打我孙子！嘿嘿，奶奶，我饿了。好，奶奶给你做饭去。还有你，再去打捆柴来。有力气打儿子，就有力气干活，赶紧滚！哼！没过多久，来到了晚饭时间，李建尧出了门，来到了院子里，看到爷爷、大伯、大娘、亲爹亲娘、三叔三婶以及大哥建伟、大姐建霞、二姐建清、弟弟建秋、妹妹建双、三叔家大妹建恩、小妹奶娃子建言，全家16口人。咱家三土可算好了。嘿嘿，吃饭了。奶奶端着一个巴掌大的小碗放到李建尧的面前。三土这病算是好了，这鸡蛋羹给你吃，好好补补，再养养，好利索了就不会这么折腾人了。听到这话，李建尧眼睛突然就红了。奶奶做的鸡蛋羹味道有好几十年没吃到过了，他都不知道是啥味了。奶奶，我都好了，你先吃饭吧。看着碗里黄黄的鸡蛋羹，李建尧用筷子划拉了几下，分给了建秋和建双以及建恩、建言一些，碗里就剩了一个底儿了。谢谢二哥。大哥、大姐、二姐，东西不多，比我大的就不给了啊。吃过了饭，大伯娘他们收拾了桌子，爷爷叫住了大家。这2年我也攒了几张工业票，过几天去买几口锅，你们还是回自己家做饭吧。你娘年纪大了，整天给你们做10好几口子的饭太累。看来爷爷是心疼奶奶了。要不是这2年年景不好，又缺锅，爷爷是断然不会让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吃饭的。爷爷说完，大伯、父亲、三叔分别答应了一声，各回各家休息去了。带儿子真好了，这回不能再趴窝了吧？嘿嘿，娘，我没事儿，都好了，以后适当锻炼一下，身体会越来越好的。你少嘚瑟，这1个多月，一大家子人轮着伺候你，还长行市了，以后老老实实上学，可别乱跑了。你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都心疼坏了。既然好利索了，明天去看看你姥姥，省得她惦记你。行，娘，明天你准备点啥？我给我老送过去。那我先带建秋睡觉去了。等等，咱俩还有点账没清呢。爹，我今天是说那个炕好像有点冒烟。你确定？是啊，就炕烧呢，您有空看看吧，别把席子弄着了，可就大发了。哼，管吧。哎，好嘞。躺在炕上，弟弟没几分钟就睡得跟猪一样，李建尧却睡不着了。自己不过是在晚上开车回家，虽然下着雨，但也应该没啥风险啊，怎么就一个炸雷给我劈到这个年代了？可回去的方法有吗？摸电门，村里没电，溺水，憋得难受不说，水多了还容易泡腹囊了。再说这一大家子人的多伤心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特娘的这穿越了不得，有点特殊能力，来个金手指啥的，咱也爽一把。冥想了半天，毫无所得，这让李建尧感觉很不爽，气呼呼地睡了过去。第2天早上，李建尧悠悠地醒来，感觉胸口有点瘆得慌，摸起来一看是一个带着挂绳的丑葫芦。我操！这怎么也穿越过来了？难道这就是金手指？刚说完，丑葫芦渐渐消失在手中，李建尧身体直接出现在这片空间中，脚下是一片黑土，旁边有潭灵泉，中间是条河流，远处一片草地。看着灵泉，忍不住喝了几口，瞬间感觉整个人充满了力量，之前病怏怏的感觉一去而空，就连先天那弱弱的体魄都感觉增强了一丝。难道这水还有治疗和恢复的效果？要不要每天都喝点？万一喝完了会法术呢？突然感觉阵阵腹痛难忍，疼得李建尧直冒虚汗。这个事情李建尧有经验的，这是要五谷轮回啊。解决完后，李建尧意念再动，出现在自家炕上。这个空间感觉有点厉害，试试能收取东西不？意念一动，柜子上的鸡毛掸子瞬间消失。哟呵，果然能收物体啊！转念一动，鸡毛掸子再次出现在柜子上，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。
李建尧咧开了嘴，笑得像哥，你一大早笑得那么瘆人干啥？醒了就起来尿尿去，懒床容易再睡着了，然后就尿炕了。哦，试试空间能不能收活物。眼前这个，这个玩意不行，亲弟弟，万一收进去搞不出来了，麻烦就大了。要不然先去试试小动物啥的，奶奶养的鸡。也不行，突然少只鸡奶奶容易发飙。哥，你不去尿尿吗？我又困了，不去。你刚说不去尿尿，直接睡回笼觉，容易尿炕的。娘说自打去年开始，你才没尿炕的。滚一边去，我马上就起来了。等李建秋出去后，李建尧跟着也走出了门。男人只因大晚上上山飙车，却被一个闪电带到了姥爷姥姥还在的60年代。为了补齐这份遗憾，他决定利用葫芦空间重启完美人生。李建尧慢慢悠悠地走着，看着这几十年前熟悉的地方，没有后世的钢筋水泥和汽车尾气，连空气都是甜丝丝的。溜达了一圈，才回到了院子里。吃完早饭，大家上工的准备上工，上学的也准备去上学。李建尧偷偷放了点灵泉水在水缸里，才回到自己房间。他要再研究研究空间。在灵空间，意识一片片扫过整个空间，面积比葫芦村看起来大得多，就连那考场和大河都比村里的大。这要是拿来种粮食，那不得累死个人啊！可总不能自己带人进来种地，爷爷奶奶、亲爹亲娘也不行啊。这么大的事儿，3、5个人肯定不顶啥用。再说暴露空间，虽然几个知青不至于当自己是妖怪，可也是会相当震惊的。李建尧决定，若不遇生死之局，空间还是不要暴露的好。他怎么也跟着过来了？哦，你们问我车哪来的？当然是瓜。算了，还没接到。我可怜的大拉克不能开出去了，就算开出去，这年代拉克也无法自动导航到大洗浴啊。打开车门，车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、几条华子、大会堂和利群、几罐茶叶、几个茶饼，还有2箱台子以及几瓶五粮液以及1箱竹叶青，一整套的渔具、户外用品、大马士革厨房刀具、烧烤架、电脑、移动硬盘之类的。虽然这些东西不能拿出去用，但是这个年代有这些东西，那简直是要方便得多。随后拆开包装，美美的点上一根利群。奈何空间里什么都好，但还是死气沉沉的。你说那么大的山林，咋没见一个可爱的小动物呢？在空间里待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思考着以后的日子怎么办。自己目前上4年级，再有1年就上初中了，2年的初中，2年的高中，算起来还需要5年。要不然先混些日子，考几个满分啥的，然后跟二姑商量商量，没事就不来学校了，只考试的时候过来。这个想法还是可行的，二姑可是学校的老师，有二姑的作保，校长应该也没啥话可说的，毕竟校长也是自己伯伯。就这么办，没事打打猎，给家里添点粮食也是好的。闪身回到房间里，看着柜子上亲娘留出来的一小袋子玉米面，拿起来往后山走去。沿着山腰上的小路，一路来到了姥姥家的后院。突然脚下一轻，哎呦啊！你说一个木匠家里，菜窖口不做个木板盖着，非要弄个破席子去盖，是不是专门为我设计的陷阱？反正我一直以为这就是我姥爷故意的，谁让他总说外甥是狗，吃完了就走呢？算算时间，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快中午了，出去翻地的也该回来吃午饭了。于是开启摇人大法，一边大声哭，一边抄起菜窖里的泥疙瘩，顺着窖口往外扔，以及一声声的老舅，估计很快自己就能得救了。果然，老舅的脑袋出现在了窖口。别扔了，瓦都碎了，砸掉这里了，你等着，我去拿梯子。见到姥姥那一刻，李建尧觉得自己38岁的灵魂瞬间回退到4岁，抱着姥姥一顿哭。上一世，姥姥大概再过2年就去世了。大外甥，你这是病好了，一天天追狗撵鸡，还能累到一病不起，也是不容易看见的。赶紧去洗洗，吃饭了，少招惹我外甥。小何，去把饭菜端上桌。大外甥，我去学校接你弟弟妹妹，你老舅前几天又套了个兔子，今天中午都在老家吃饭。爹娘说了，尽量少在姥姥家混吃混喝，姥姥家地少，劳力少，粮食不够我们几个崽子吃的，中午尽量回家吃饭。但是老舅套兔子和抓野鸡有一手啊，没事的时候总有几口肉吃，不在姥姥家吃饭也不是不行，但是肚子他有自己的想法。不一会，姥姥屁股后面跟了2个吃死老子不偿命的货。果然，兔肉丸子真的香，3个孙子给造了大半盆，老爷都没吃到几口。本来李建尧想收敛一些的，但毕竟这肚子也缺肉，再加上穿过来第一次来姥姥家吃饭，扭扭捏捏的，岂不是容易让姥姥怀疑？造吧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补回来。老舅，你这回套这兔子不咋打，没吃几口就没了，下回你套个大的，或者多套2个，要不然你这几个外甥都吃不饱。
我哥说的对。老舅硬是翻了3次白眼，才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得到了表达。吃完了饭，大家抓紧时间休息。剑秋、剑霜又滚去了学校，姥姥、姥爷及老舅又准备去上工。临走前，李建尧拉着姥姥的手：“姥姥，你上工悠着点，别累着了。”还是我大外甥向着我。放心，姥姥累不着，你大舅、老舅帮我把活干了，我就是去搂搂草棍子、茬子头啥的。嘿嘿，姥姥，我老舅该娶媳妇了吧？有没有看好的姑娘？你这么个小玩意，操心这事干嘛？嘿嘿，感觉老舅呆呆的，得娶个聪明点的媳妇，最主要是得孝顺你，别跟我们对张家那几个媳妇似的，天天跟婆婆干仗，那您得多遭罪。要是那样的，还不如不找呢。就你心眼子多，有你孝顺姥姥，姥姥就知足了。你2个舅舅，让他们成家了就分家自己过去，我们就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随后，姥姥、姥爷他们就上工去了。李建尧也同样在水缸里放了些灵泉水，就在北对这川接过巷的溜达。路过朱家巷的时候，听到朱姥姥家的狗汪汪叫，不觉好奇起来，就想进去看看。等凑过去，就看到这货居然生了狗崽子，一窝3只，看着这狗瘦的样子，终究是人都吃不饱的年月，3只小狗仔不一定能都活下来。意念一动，一只小狗仔被李建尧偷进了空间。看到刚放进去的小狗正在草地上蠕动，证明了空间是可以收活物的，这让他开心不已。随即又把小狗放了出来，看了眼狗窝边上空空如也的狗盆，偷偷放出了点灵泉水进去。大狗闻到水站起来开始喝，几口下去就把水喝完了，然后这个货就开始盯着李建尧。嘿嘿，想喝水也不是不行，得教出一个儿子来，你留下2个总不过分吧？嘿嘿，你这家伙还真懂事儿，你先看一会，看好了啊，谁都不准给了，等我回。男人只因大晚上上山飙车，却被一个闪电带到了姥爷姥姥还在的60年代。为了补齐这份遗憾，他决定利用葫芦空间重启完美人生，一口气跑到了北队的地。乖孙，你咋跑这来了？怎么不在家歇歇呢？姥姥，朱姥姥家大狗生了几只小狗，我跟朱姥姥来要一只。走，我领你去。他姥姥，咱家三土说你家大狗下崽子了。哎呦，我说哪个小伙子这么帅呢？原来和屏幕外的彦祖们一样啊！听说大外孙你趴窝了，姥姥也没去看看，你不会怪姥姥吧？瞧您说的姥姥，小子生个病让您挂念了。您啥时候不忙了，去家里坐坐啊？我奶奶说都好长时间没见到您了。还是我老姐们儿想着我，你这孩子也是嘴甜。咋，看好我家狗崽子了？你直接抱走一个就行，还跑过来跟我说一声干啥？嘿嘿，我要是直接抱走了，姥姥您回家看少个狗崽子还不得气坏了，过来跟您说一声，您也不会舍不得。再说我也好长时间没见您了，怪想您的。大外孙真乖，要不今天在姥姥家睡得了，姥姥给你做点好吃的。行了，老猪婆子，看把你显的，你再忽悠我乖孙都被你拐跑了。嘿嘿，我知道姥姥稀罕我，朱姥姥也稀罕我，我福气大着呢。今天就不去您家祸害了，一会儿我直接去把小狗抱走，回家稀罕稀罕去。那行，大外孙你去吧。另外告诉你奶奶，过几天我去找她唠嗑。姥姥，朱姥姥，那我去抱狗了。我已经跟朱姥姥说好了，这就把小崽子抱走了哈。你个狗东西，还想喝灵泉水？再喝你该成精了。之前那些水应该足够让你恢复身体了，以后给你带好吃的。那喝我的水就是我的狗了，不可以忘恩负义，否则你就不是一条好狗子，是要被钉在狗界的耻辱柱上的，明白吗？得给你起个名字，有了名字的狗子才是真正的狗子。看你英俊潇洒、气质不凡的样子，你以后就叫老四吧。带着狗子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李建尧发现自身50米范围都可以收进空间，后面还能不断延长。看来自己没事得多喝点灵泉水了，有机会去后面深山里瞧瞧有没有啥天才地宝啥的，咱得提高资质啊。回到家，李建尧献宝似的把狗举到奶奶跟前。奶奶，朱姥姥家的大狗生了崽子，我给要过来了一只，有米汤啥的，给狗子留一口吧。另外，朱姥姥说挺长时间没见你了，有空了过来找你唠嗑。哼，人都挨饿呢，你这整个狗不得吃粮食啊，一天就瞎嘚瑟。行，知道了，这狗子虎头虎脑的，应该能养活住。等你爷爷回来了，我让他给狗子搭个窝。奶，我给这狗子起了个名字叫老四，你们以后就这么喊他吧。咋起这么个名字？跟着剑霜往下排，也是咱家第4个吃饭的，那叫老四岂不是很合适？行吧，就叫老四。出去玩去，别耽误我跟你娘做饭了。好嘞。
当3个小家伙回来看到老四，围着就是一顿蹂躏。老四还小，受不了你们的爪子，跟他玩可以，不许祸害狗。随后大哥跟着父亲、三叔一起回来，见到狗子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。狗肉！大哥，你要是打咱家老四的主意，你会失去我这个弟弟的，你也不想失去我这个兄弟吧？不惦记，不惦记，你放心吧。说完，眼神却直勾勾的盯着。3个小家伙站在前面护住了老四，表达了对大哥的不满。大伯，我大哥惦记咱家老四，他想吃狗肉。没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自家人不吃自家狗。哼，你最好记住你的保证，老四要是少根毛，你得退层皮。去，吃完了饭，找点石头来，给狗搭个窝。天黑之前弄不好你就别睡觉了。不错，奶奶让爷爷搭狗窝的任务被爷爷分配给了儿子们，但最终是孙子承担了所有。老四看着大哥搭的窝，死活都不愿意进去。最后还是大伯、父亲、三叔3个很快就给狗窝搭好了。李建尧晚上睡觉的时候再次进入空间，想起来车里是有准备打窝子的玉米的，好像是东单1331，还是能自流种的玉米。找到后，靠着意念在空间忙活3个多小时，终于全部弄完了。退出空间，躺到炕上，才沉沉的睡去。第2天吃过了早饭，李建尧仍旧没有去上学，装模作样的拿起书本，一副要在家里复习功课的样子，实际上进入空间看自己的劳动成果去了。李建尧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，用了灵水那1分地的玉米都已经成熟了。难道这空间里的作物有着10倍的时间加长？空间里草场的面积大概是2000亩的样子，如果其中一半用来种植粮食的话，半个月收获一次，就算亩产玉米1200斤，那就能收获120万斤粮，年产12万吨粮。够了，我去切片了。再次利用空间之力收获后，又种了下去，闪身就回到房间里。有了作弊的空间，是时候去山上溜达一圈了。大概过了5、6分钟，李建尧来到后山山腰之上，意识扫过去，发现了一窝兔子，悄悄地靠了过去，就把这一家子给收到了空间里。空间里的兔子发现不是自己熟悉的环境，四处奔跑。李建尧意念一动，兔子又全部悬空在面前。在瞧见大兔子的时候，突然感觉有些眼熟。这特么不是害得自己在炕上躺了1个月的罪魁祸首吗？虽然1个月前你从小爷手中跑掉了，但因果循环，你注定是小爷的兔子啊！这次你可跑不掉了。说完，反手就给了他2个大笔豆。李建尧又用意识给兔子做了一个栅栏，发现兔子跑不出去，才退出了空间。又探索了一阵子，发现了几只兔子、2只野鸡和一些野菜，随即收到了空间里。李建尧一副得胜回朝的模样，溜达着回到家里。奶奶娘，昨天我去姥姥家的时候，发现半山腰上有野菜，今天就去挖了回来，咱今天给吃了吧。我乖孙真乖，还知道给家里添吃的。这兔子和野鸡哪来的？又跑山上撵兔子去了，是吧？听我狡辩，不对，听我解释。我这不是上山去挖野菜吗？听见没多远有响动，走近了，发现2只野鸡在荆丛里扑腾，我就拿了个石头准备偷袭它们，然后就得到了2只野鸡。那这只兔子呢？听我说完啊，我不是举着石头吗？碰巧这只兔子从左边跑到右边，还吓我一跳，我随手就一石头丢过去，兔子就在地上不动弹了。就这样得到了2只野鸡，1只兔子。嘿嘿，得了，反正都带回来了，就别怪孩子了。老大都那么大了，还没他弟弟有出息，从来没抓到过野物。谁在想我？以后还是量力而行，可不敢再累着了，不然奶奶会心疼的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老二家的，赶紧烧水吧，中午炖只鸡，兔子晚上再吃。另外那只鸡给你姥姥送过去，也算没白疼你。好，奶奶，我一会就送过。当一大家子回来的时候，鸡已经在锅里炖上了。大家对李建尧的打猎能力赞赏有加。大哥，你最好别打这只鸡的主意，奶奶让我给我姥送过去的。那这个呢？晚上吃。还得是我兄弟啊，你跟我2月没尝到肉味了。等下次你想削谁，直接告诉我，我帮你。大哥，你可以换一个条件的，同年龄段的你兄弟我打遍全村无敌手，跟你一边大的我也没啥交集啊。那你没条件就创造条件啊，或者你看谁不顺眼，你告诉我，我去削他一顿，不然吃你搞的肉，我心里不踏实。创造条件。嘿嘿，大哥，你一会就踏实了。大伯，我大哥说他要削你一顿。什么？兔崽子还翻天了？嘿嘿，不用放手，不用放手！
等吃完饭，李建尧拎着那只野鸡给姥姥送了过去。乖孙，你咋来了？姥姥，我今天上山抓了2只野鸡，给你拿1只。你咋又跑去山上了？多危险！没事的，姥姥，我就在山下转转，没进去。行吧，下次不能再去了。随后李建尧放下野鸡，谢绝了姥姥的挽留，就往家走。到家见到父亲准备烧水泡茶，李建尧见此灵机一动，不如给亲爹的灵泉水多一点，看看是什么效果。于是，在茶泡好了之后，趁父亲出去上厕所的空档，偷偷放了些灵泉水进去。你这小小年纪喝茶晚上容易睡不着。没事，睡不着我就玩会游戏。什么游戏？就是这款微乐斗地主，里面有至尊8洗牌玩法，随手打出无敌连环炸，全国地区玩法都可以随时在线玩。点击左下角链接，超便捷。那行，等会我也试试。不一会儿，随着父亲喝完缸子里的茶，还想续杯的时候，突然捂着肚子抓起报纸跑向了厕所。哼，山猪吃不了细糠，这中午晚上2顿肉就给自己吃拉肚子了还行。娘，为啥山猪吃不了细糠？闭嘴，赶紧睡觉吧。话说多了容易饿。爹，你身上的味道真有男人味。你这是上茅房还是掉茅房里了？咋嫩臭？赶紧去洗洗。量有点下多了，看来下次给亲娘和爷爷奶奶他们的得再少些。再次进入空间，发现那1分地的玉米已经1米多高了。看来空间对植物的生长看上去是10倍加速的效果，当然是在不使用灵水的情况下。看来明天要去村里的水库溜达一圈了，收个几百条鱼扔进空间的湖里，不然这么大的水域没点水产像话吗？村里的水库位于村西山沟里，汇9山之水聚2山之前，把手放进水里，靠着意念把湖边的鱼都放到了空间里。抓到的鱼，李建尧是没有拿出来的，因为我妈不让我玩水。至于后山纵深太广，李建尧目前还不打算深入，自己小胳膊小腿的，除了隔空收动物外，也没啥强悍的能力，也没有趁手的家伙。就算碰到熊瞎子、野猪什么的，收进了空间，可也比较难对付。看看人家的空间，不是带个超市，就是带个军火仓库啥的。你看看你，丢不丢空间的脸啊？你说你除了面积大点、地貌丰富、水源充足、10倍加速，还有灵泉水外，你说你还有啥？你还是个啥啊？不对，好像也很不错，很牛逼的样子哦。转眼来到月初1，是公社大集的日子。爷爷，为啥咱不赶马车呢？因为马是集体的，马上要春耕了，好草好料伺候着。再说了，爷爷身为书记，是不能公车私用的。哦，那爹，你继续加油。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步行，终于来到了公社。好家伙，真是人山人海，快赶上后世的吊带山了。嘿嘿，满眼望去，一片黑灰色的粗布衣服，偶尔夹杂着一些军绿色民兵负责维持秩序。其实主要是看着防止大家倒买倒卖，毕竟这个年代是不允许做生意的，但可以以物换物。爷爷，我想自己去逛逛。哼，你一个小孩子逛什么？爹，我6岁就能单独在集市上晃荡了，12点之前一定在供销社门口等着你们。去吧，不要乱跑走丢了。摆脱了束缚的李建尧犹如黄鼠狼掉进了鸡窝，无孔不入，转眼就消失在了人群中。虽然自己没有钱，但是咱有粮食啊。昨天晚上得知要赶集，就进空间用灵水给那10亩的玉米加了加速，收获了不少玉米呢。整个集市上逛下来，李建尧基本达到了目的，在没人的地方全部收回了空间，就奔着供销社而去。父亲和爷爷以及三叔都还没回来。大伯是供销社的营业部组长，看到李建尧来了，拿了瓶汽水，让李建尧在后院边喝边等。这果子和绿豆糕回去给你奶，水果糖你们几个小的分了吧。烟和酒是给你爷的，一会回家的时候带回去。刚说完，爷爷他们就过来了。爷爷让父亲和三叔绑好铁锅，就准备回家。当看到大伯给爷爷带的烟酒以及给奶奶的果子的时候，没事少花钱，大伟他娘吃药也不少钱，你省着点。我知道了，爹。在大姑家待了2天后，李建尧决定要回村了。这些给你爷爷奶奶带回去。大姑父，大姑不用这么客气，太破费了。拿着拿着，又不是啥贵重东西。李建尧见推脱不过，也只好收下。离开大姑家后，找了个没人的角落，瞬间出现在村口。回到家，把馒头和包子放了回去，把东西放到奶奶屋里，跟大娘和建恩打了招呼，便回到自己房间。从县城带回来这么多建筑材料，看来得抓紧在空间里建房和仓库了。还好空间里有山，木材都是现成的。要是能去南方搞点金丝楠木苗，再进行100倍催生，
到时候所有木材都是金丝楠木，那才霸气。在空间忙活了大半天，看着自己的杰作，李建尧笑了。出来的时候，奶奶已经做好了午饭，把大姑家的情况跟奶奶说了一下，顺便说了大姑让回来的糕点和酒。大哥，不是说好了各家买了锅之后分开吃吗？怎么又一起了？剑侠和剑青做的没奶奶做饭好吃。哥，你走之后，娘做饭那叫一个难吃，饼子糊了，菜咸的让人难以下口。那我去县城的几天，岂不是错过了好多精彩的画面？看着桌上的野菜糊糊，午饭的质量明显下降了好多。看来家里是没肉了，待会得上山一趟，搞搞兔子，搞搞鸡啥的。到了山上，意识扫过去，发现馒头和包子两个货正在二道山上炫兔子，一猫一个吃的那叫一个欢快。你俩吃完了就搞2只兔子和野鸡回去，要活的，听到没？嘿嘿。什么东西？哇哦！居然是有隼！看见悬崖上的有隼窝，李建尧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。我要是弄个鸟蛋回去，从小养成，以后想去哪儿通过有隼实现远距离定位就方便多了。随后李建尧乘2只隼不注意，偷偷的将一枚鸟蛋收进了空间。嘿嘿，得手了。6。这事儿可不能怪我，我又没有亲手掏鸟窝。嘿嘿。再说了，3只鸟不好养活，2只的话大鸟负担也少些。如果大鸟听到李建尧的这番话，估计会亲自用爪子跟他说，我们是隼，但你是真的隼。下山的时候刚好遇到完成任务的2只猫，一只叼着2只兔子，一只叼着2只野鸡。干得不错，回去给你们一猫一个鸡屁股。回到家，把其中1只兔子关了起来，就去了厨房。一大家子人吃饭，1只鸡的话估计不太够，2只刚刚好。既然动手了，那么索性把2道菜都给做出来好了。做好了一个兔肉丸子和一个小鸡炖蘑菇，就等大家回来了。空间里有那么多鸡鸭鹅猪，粮食蔬菜，怎么让家里人吃上呢？主要是爷爷那关，如果家里每天都大鱼大肉的，而村里人都吃糠咽菜，爷爷这个书记兼大队长是很难忍得下心。直接给村里人分粮食也不行，人心不足，还不能让他们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，看来得靠奶奶了。等爷爷奶奶他们回来，看到做好的2道硬菜和笼子里的兔子，丝毫没怀疑李建尧又上山了。奶奶又炒了个白菜，蒸了些窝窝头，一家人才坐在一起吃饭，吃得十分过瘾。奶奶，明天别去上工了，有事跟你说。行。第2天人都走后，李建尧才去了奶奶的房间。啥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让我出去溜达？奶，跟你商量个事啊，咱这打猎的水平着实是高了些，一不小心多打了点猎物，我就给拿到县城黑市给卖了，然后就跟黑市的头头搭上了关系，以后家里缺啥少啥，那边有的都方便弄来。你个臭小子，咋有胆子一个人去黑市？不怕人家给你来个黑吃黑？那倒是不怕，奶，我在山上的了个宝贝，但是具体是什么宝贝我不方便说。行，奶不问，可这跟你去黑市有什么关系？那关系可就大了。得了这宝贝之后，你孙子我身体强壮，力大无穷，耳聪目明，过目不忘。现在你的孙子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没事就生病的孙子了，是一只聪明伶俐、乖巧可爱、长相英俊、武力超群的孙子。奶，你羡慕你自己不？说实话，我都羡慕你有那么优秀的孙子了。耳聪目明，过目不忘，力大无穷，我倒是没看出来。不过你这脸皮可是真厚，我得好好看看，这么厚的脸皮到底是咋长的？疼！奶，你这给拽肿了，你孙子就不英俊了。你个臭小子，又不是面人。奶啊，那宝贝可是有了些传承给我，除了身体好之外，有些事情就好像生而知之。总之我现在强大的厉害。目前看应该是没啥事，就是精神有点不正常。奶，我精神没事啊。通常神经病都说自己没病，要不然我找老朱婆子给你看看。你朱姥姥给人瞧虚病挺厉害的，早些年就出名，要不是这些年不兴那个了，她还能更出名。奶，现在风气不兴这个，咱就别顶风作案了。你孙子我没事，一点事都没有，你就放心吧。这个男人只是在山上转悠，却看见了让他这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一幕。接上集，回去的路上，父亲和三叔在前面推，爷爷和李建尧慢悠悠地拖在后面。爷，我大哥今天咋没来赶集？不知道去哪了，今天不上工，一大早就不见了。爷，我知道我大哥每天都干嘛，要不我跟你说说。说说。我大哥的主要工作是招猫逗狗，自从初中念完之后，就死活不去念书了。不是因为考不上，是因为他根本不会。
初中就读了1年书，第2年开始就天天背着书包出门，出了村就跟一帮半大小子当街溜子去了。这事儿有人跟我大娘偷偷说过，但你和我大爷是不知道的。哼，那你为啥现在才告诉我？爷，您先别生气，听我说完。之前不告诉你和我大爷，是因为我们是兄弟，我不能告密，然后让大哥挨揍。这事儿您要是知道了，估计咱家烧火棍子又得折了。我大爷也不能轻饶了我大哥。之所以现在跟您说，是想着我大哥今年刚好16了，您找找关系，干脆让他参军去得了。其实李建尧是有考虑的，爷爷早年也是打过仗的。41年开始打游击，43年组织根据地总部就在金河乡，44年加入组织，46年剿匪，47年跟随大部队解放县城，随后受伤回乡，算是退伍了。这事儿我得跟你奶商量一下。爷，你放心，我大哥虽然在家里看着呆，在外面机灵着呢，无论在哪都是吃不了亏的。晚上到家，爷爷跟奶奶商量去了。李建尧到了空间，先是给鸡鸭鹅划定了地方，给他们喂了些灵水，又把种子种了下去，才退出了空间，呼呼大睡。第2天吃完午饭后，大哥，下午水库烤鸡。哦，说完就往外走，到水库边找了块大一点的石板，就准备户外烧烤了。真香啊！大哥，你赶紧洗手，还得烤个几分钟。你要是不想吃，我可自己吃了。是，马上就洗，甭说洗手了，你让我洗完屁股再吃，我也马上去洗。你那屁股还是留着吧，你兄弟我用不着。你下水抓鱼了？我二婶不让你下谁，你忘了？那边钓的。老弟，你还有这手艺，你早发挥1年，你信不信咱兄弟俩能把这水库的鱼吃掉一半？大哥，你做个人吧，你好意思让你弟弟给你搞吃的？你说你鱼你搞不到，野鸡兔子也搞不到，杀鸡太盛，动物见了你都得跑好几里地。那也不怪我啊，我就从来没抓到过动物，以前就连二叔养的羊都不带教我。那你还真算个人才。老弟啊，你不知道啊，这2年我都没吃饱过。说吧，你要干谁？我今天就帮你把他干了。不干谁？就是前几天那只鸡看到你眼睛都绿了，一口鸡腿没吃上，今天让你吃上2条腿，让你补补。真不干谁？你能不能消停点？就非得干谁才行？不算你，我上面还有大爷、2爷、3爷、4爷，家里25个哥呢，我差你这一下。那能一样吗？咱可是一个爷的，你有事儿我得先上。歇着吧你，拿把这个吃了，好好补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萝卜吗？人参。我操！哪整的？这可是好玩意，要不拿回去给爷留着泡酒吧。让你吃旧的了，爷那里我留了一根。别吐，别糟蹋东西，这东西有点土腥味，嚼嚼就甜了，喝口水顺一顺。这水挺甜啊。哦，我偷了哪一勺蜂蜜兑里了，你都喝了吧。完了，要拉了。那你赶紧去下风口，离溪水远一些。我劝你赶紧就着溪水洗个澡吧，下面有个水坑，足够你不动了。你个小屁孩抽什么烟？没收了。话说这人参劲儿这么大吗？嘿嘿，我那一半是分5天吃的，每天1小段。我操！其实我吃完也拉了，所以我才找了个有水的地方，要不然你从村里穿过，有人还以为谁家掏大粪呢。歇一会我就回家了，至于你是上工还是回家就随意。用溪水灭了火，扭着屁股就往家里走。晚饭过后，看着剑秋很快调整成猪姿睡下。年轻就是好啊，倒头就睡。空间里的产出物慢慢的多了起来，适当的找个机会出货了。虽说家里最近吃了1次鸡和2次兔子，但仍然没有什么荤腥。第2天，当李建尧去山上找吃的，通过意识发现远处似乎有动静。靠过去后，看到眼前的景象，着实让这个见多识广的灵魂都吓了一跳。2只猞猁正面对着3头灰狼，5个货身上都有伤，2头狼在前，1头在后面，是要与猞猁不死不休的样子。而2只猞猁一前一后警惕地看着3头。仔细看去，这只猞猁下面还有一只毛茸茸的小猞猁。面对这个场面，李建尧自然是有选择的。谁会不喜欢猫咪呢？哪怕这猫大了一些。李建尧抓起了地上的石头，靠着空间之力，嗖嗖几下就放3头蠢狼。2只猞猁似乎察觉到李建尧并无恶意，看了看这个2脚兽，就趴在地上接着喘了起来。看来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。哎呦啊！再来，取出灵水，屈指弹向了猞猁的嘴里。终于，猞猁抵挡不住诱惑，起身朝李建尧走了过来。嘿嘿，怎么样？以后跟我混，谁管饱？带你们走上猫生巅峰。李建尧知道这是取得了信任，于是拿出灵泉水，2只猫再次把水舔得干净。
还好都无大碍。等回家，让奶奶给他们上了药，就能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家里了。嘿嘿，自己实在是太聪明了。一会儿带你们回家，有点眼色，不准伤害家里人，否则再也不给水喝。看向还喘着气但是不能行动的三头狼，吩咐那个没受伤的大猫去把那3个货干掉。大猫心领神会，过去干净利落的咬断了三头狼的脖子。李建尧顺着他们的战场一路检查过去，发现死掉的算上之前那3头狼足足有9头，并且旁边还有2只小猞猁被咬断了脖子。怪不得他们不死不休啊！原来狼群偷袭了猞猁一家5口，然后大猫灭了狼群满门啊！既然灭了门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把狼收进空间，又把2只死掉的小猞猁埋葬。给你们起个名字吧，毕竟有了名字才算一家人。以后你叫馒头，你就叫包子，至于你吗？那就叫丸子吧。李建尧满意的点点头，才往山下走去。这个小伙只是带了几头狼回家，家人去哈疯了。接上集，家里照常只有大娘在他屋里看着小谏言，让2大只在门外待好，然后抱着小猫进了屋子。三土回来了，咋还带只猫回来了呢？嘿嘿，大娘，这是猞猁，外面还有2只大的，等会见到了你别害怕，已经被我收服了。果然，见到2个大猫的时候，大娘还是不由得后退了几步。大娘，没事的，就跟自家养的一样，不会伤人的，我都跟他俩说好了。这时，老四迈着短腿走了过来，可能是都喝了灵泉水的原因，2大只也没对这个憨货发出任何敌意。我跟你俩说啊，别看这货小，但是入门比你俩早，你们以后得叫4个。等爷爷老爹他们到家，看到2只大猫的时候，吓了一跳。李建尧走了过去，简单的说了一下经过。以后别偷偷摸摸上山，这狼群万一碰到的不是山猫，而是你渣都没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知道还把这山猫带回来。嘿嘿，爹，就咱这亲和力，就算是野猪、老虎、熊瞎子，咱也给他忽悠家去，没事的。行吧。爷，你看啊，这9头狼咱也吃不完，要不然就分了吧。吃得完，吃得完，2顿就吃光了。咱们西队一共52户，要是分了，按照6成的出肉率，差不多一家能分5斤。但是东队、北队、北沟也会觉得不舒服。要不全村都分吧，不多不少，一家1斤左右。乡亲们过完年就没见过荤腥，虽然这不咋好吃，可吃到肚子里就是好东西。爷爷就听你的。那行，把狼扛到村部吧。我没开，不就龙看狼扛啊！妈耶，那可是狼啊！老李家真牛逼，就是不知道这肉分不分。想屁吃，狼又不是你打死的。管谁打死的，能分我一口吃就行。随着李家众人把狼扛到大队部，一众吃瓜群众仿佛也意识到了什么，也不着急回家吃午饭了，全都跟着进了大院。大家听好了，全大队一家出1个人，来大队部一趟；一家出1个人，来大队部一趟。另外，张老三、刘老四带着家伙事儿来队部。张老三和刘老四算是村里的屠户，但张老三比刘老四要骚气很多，原因是他会敲猪，那一手小刀子不知道断送了多少公猪的幸福。而敲猪完事之后，张老三往往会带走战利品，在这个年代，他们是断然不会每天洗衣服的。于是张老三就比其他人骚气多了。很快，一家1口就集中到了队部。狼是我孙子三土发现的，虽然不是他打死的，但是按照咱村以往的规矩，也算是他的东西。既然东西是他的，那么怎么分？我这个当爷爷也不能私自做他的主，让他自己跟大伙说说吧。全村都认识李建尧，毕竟是老书记的孙子，平时温文尔雅，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貌似潘安。行啊，反正大家都认识。各位爷爷奶奶、叔叔大爷、婶子大娘以及哥哥嫂子们，这几只狼确实是我发现的，本来是想着自家留着吃了的，但是我爷爷和家里的叔伯说，乡亲们自打过完年，嘴里就没见过荤腥，咱该给大家伙分分，让各家孩子们也能添个嘴儿。我觉得我爷爷高风亮节，各位叔伯深明大义，我也不能扫了他们的心，索性就直接扛到队部，给大伙分了算了。不过先说好，
全村2000多张嘴，均分是不好分的。那么咱就按户头分，家里孩子少的就多吃一口，人口多的就少吃一口。这9头狼分下来，每户大概也能分个1斤左右的肉，也别嫌少。大伙多包涵。另外，这狼皮得留给我。行，就按3土娃子说的分，狼皮给人留着。赶紧分肉吧！大家的目光看上去都绿了，这可真是狼给的诱惑。李建尧仿佛看到了好几百多头狼，不由得暗暗夹紧了屁股。就这样，在张老三和刘老四麻利的动作下，很快每家分得了1斤肉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就像屏幕外中了500万彩票的一样。有的家庭表示老书记高风亮节，有的孩子为了一口肉大打出手，也有的表示李家这点小恩小惠算不了什么，别以为分了肉以后就让其对老李家感恩戴德的。李建尧靠着意识听到了这些话，默默地记住了出言不逊的这些人。咱老李报仇，不拿意大利炮轰你，就算你尿多弄潮了火药。真是狼心狗肺的货，在哪里都是有的，既怕兄弟过的苦，又怕兄弟开路虎，嫉妒往往会使人面目全非啊，难搞哦。这个小伙只是去了一趟黑市，出来后发现被2人跟踪了，1对2，优势在我。接上集。等李建尧他们回到家，看到大伯娘正在和奶奶老妈他们解释2只大猫的来源。等李建尧走了过来，老妈眼里的火气一下子就起来了，摆着就是一顿揍，这次连奶奶都没阻止。以后看你还敢不敢偷偷摸摸上山了。娘，我知道了，奶奶您给他们处理一下伤口，上啥的。可2只大猫还是有些抗拒，死活不愿意过去。于是在咱老李的眼神胁迫下，2只猫先后趴在奶奶的怀里，感受了一番云南白药的特殊待遇。等上完药后，父亲和三叔在羊圈里搭了几个板子，又给窝了一些麦秆，3只猫算是在家里安顿了下来。以后你们吃的需要自己搞定，除了自己吃的，你们还得带点东西回来，咱家可不养闲猫。取出灵泉水的一刹那，2只大猫表示以后一定听组织的话，跟着组织走，让打哪里就打哪里，让咬谁就咬谁。于是在受到李建尧那咱家不养闲猫的刺激后，一大早那只公猫就叼了1只兔子回来。嘿，这小玩意真不白养呀！你个小家伙还不服气呢。随后的2天，馒头不仅自己解决了他的小家吃饭的问题，也给家里抓了许多的兔子和野鸡，趁着中午不上工的时间，给几个大爷家各送了1只。现在有了基础条件，是时候去县城一趟了。奶，明天我去县城我大姑家一趟吧，给他们带2只兔子过去，估计城里粮食也不咋够吃。唉，你大姑过完年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回来一趟，去看看也行。就是你自己去，不能丢了吧？嘿嘿，奶，你放心吧，咱这能丢粮食、丢柴火，就是丢不了孩子。谁家要是嫌自己粮食多给我拐了去，我非给他家吃穷不可。于是，在一番的撒娇巴连下，奶奶终于是同意了。第2天，李建尧把2只兔子、奶奶给的10斤小米和大伯给的2个罐头装进背篓，又去羊圈把3只大猫收进了空间，才坐上了去县城的马车。既然来了，不把县城溜达个遍，那怎么对得起来这一趟？这个点早饭时间还没过，先去吃点东西。不到2毛钱的早餐，吃的李建尧志得意满，吃完了就该干点正事儿了。之前赶集换来的种子都已经收获了，如今在空间里有大量的粮食，看来必须得去一趟黑市了。走到一个没人的巷子，把背篓里的东西放进空间，然后装上几包玉米面、白面、小米和蔬菜，就往黑市走去。站住！卖还是卖？卖。进去吧，这小子年纪不大，还是个老手。李建尧找了个没人站的地方，从背篓里拿出一小袋子面粉、玉米面和蔬菜，静静等着顾客上门。很快，一个大娘就凑了过来：“小伙子，你这菜怎么卖呀？哟，这还有白面呢，怎么卖？”韭菜和芸豆都2毛1斤，不要票。白面1块2一斤，要是有票的话，不论是工业票还是粮票都行，1块1斤。你这个价格是不是有些贵了？给我来个5斤的白面。叔，您给开了张，送您1捆韭菜。谢谢小同志慷慨。我也买5斤面，你也送大娘1份菜呗。行。很快粮食就被抢购一空，李建尧收获了120多块钱和杂七杂八的票，一个60斤容量的背篓，硬生生让他卖出了200多斤的东西。没货了就直接空间转移，事半功倍啊！收起背篓，离开了黑市。意识扫过身后，发现果然有2个猥琐的家伙不远不近的跟着。真是到啥时候群众里都有坏人啊！找了个无人的小巷，李建尧拐了进去，然后静静的等着2个货上门。哎，那个朋友，等一下。有话说，有屁放，跟着我难道想请我吃饭？
小逼崽子，今天卖了不少东西，借兄弟俩钱花花。不借，听我一句，你们最好直接离开。哟呵，要是我们不呢？那会影响你们身高的。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局面。好吧，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你们喜欢太极还是八极？说完，李建尧跳起来给那胖子一个大比斗，直接拍翻了胖子。妈的，碰到硬茬子了！李建尧随即摸出来个玉米粒，利用空间之力击中瘦子拿刀的手腕，过去就是一顿揍。刀不错，枪呢？你们是黑市的人吧？不是，我们就是看你今天卖了不少货，临时起意。哈哈，我之前跟你们说的啥还记得不？不记得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再说一遍。我问你们喜欢太极还是八极？可你用的也不是太极啊。哦，对不住，太极我还不太熟练，我给你们表演一段吧，看好了。对不住，都说了不太熟练，但是我练功的时候不喜欢有人大喊大叫。看在你们送我一把刀的份上，咱们的事儿就到这儿了。以后你们身高就一会儿1.6米，一会儿1.7米了，我也算兑现了诺言。毕竟我家教良好，心地善良，还单独为你们表演了一段太极，嘿嘿，不用谢我。说完转身离开了巷子，身后传来了那两只的哀嚎。这个小伙只因在上一集暴打了2个杀马特，结果这一集他大哥找来了，扬言要卸了小伙的胳膊。接上集没走多远，又碰到2人，其中就有那个马杆。小兄弟，自我介绍一下，鄙人胡三儿，我们老大有请。叫兄弟就行，我可不小。带路吧。李建尧跟着马杆来到了一处院子，意念扫过，院子不大，看上去毫不起眼。堂屋里一张8仙桌，主位上坐了个约30岁左右的男子。1比5，没火气，看来优势在我。兄弟请坐。老胡，泡茶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徐，家里行3，大家叫我徐老三。哦，原来是徐三哥。兄弟我姓李，家里排行27。兄弟今年14，应该到长个子的时候了。哟，毛峰，还是兰溪的。徐三哥路子野，这茶这么远，可不是轻易能喝到的。哦，李兄弟行家呀。徐三哥直接说吧，找兄弟过来有事儿。听兄弟们说，李老弟那里白面、棒子面、小米的品质都挺不错，另外这个季节还有蔬菜，不知道这量有多少，能不能让给我一些？不瞒徐三哥，家里兄弟多，倒是有些门路。今天兄弟我过来就是投石问路的，看看能不能找个合作伙伴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。说着，翻手拿出了那把匕首。胡三儿和张姓汉子脚步一动就要上前，徐老三摆了摆手，2人又回到了原位。徐三哥认识这物件吗？去把于老四和郭胖子带过来。徐三哥的人。对不住了，老弟，让你看笑话。老哥我这是有规矩的，先给兄弟赔不是了。等人带过来，兄弟你说咋办就咋办。不必了，徐三哥，兄弟我这报仇一般不隔夜，那俩货各自断了1条腿，这事算是过了。当时不知道是徐三哥的人下手重了点，徐三哥别怪我才好。那不行，坏了规矩，就算兄弟原谅他们了，可我这儿的规矩也不能破。徐三哥的事情，兄弟自然不好插手，您随意。不一会儿，2只熟悉的身影被人架着来到了院子。三哥啊，你可得给咱俩做。你俩长本事了，要不要我再给你们讲讲规矩？三哥，我错了，我愿意受罚。徐老三一个眼神过去，胡三儿和张姓汉子一人一个棒子，朝另外2只好腿就要砸下去。等等，兄弟，你这是打算放过他俩了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我这个人胆子小，见不得这个。李兄弟，让你看笑话了，你看满意吗？徐三哥，我说了我和他们俩的事儿鸟了，您教训手下，我是不方便插手的。这小子别看不大，却真是老练，看来这价格不好谈了。李兄弟，你看，手里要是粮食有多的，能不能让给老哥一些？哦，把他们俩带出去看大夫。徐三哥，不瞒你说，粮食我这确实有一些，就看你能吃下多少了。啊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可别，面粉、棒子面、小米、高粱米各有1000斤，蔬菜你见过吃过的也是个1000斤。不知道兄弟能给到老哥什么价？面粉有票6毛，没票8毛，其他有票4毛，没票6毛。蔬菜1毛1斤，票我最多要3成。哦，行，这个价格合理，老哥我谢谢你了。徐三哥，别着急，我有条件的。别人的货我不管，我给你的货出的时候粮食、蔬菜最多加1倍，不论今后粮食收成如何，既要按此价格出手。若兄弟发现你的厂子高过这个价格，
咱们合作即刻终止。不做恶人，也不做大善人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力所能及的做点对得起良心的事，无愧于心就好。李兄弟，你这是……徐三哥，咱们国家不会一直穷下去的，也不会一直缺衣少食。行，兄弟大意，这个条件我徐老三接了。那咱们什么时候方便交易？明晚10点，南门外3里小树林。好，那明日老哥我便在兄弟说的地方恭候了。等李建尧离开的时候，手里多了2条牡丹和2瓶毛子，算是徐老三为今天那2个货的赔礼。这次屁股后面没了尾巴，看来徐老三还是讲规矩的。来到红山钢铁家属区外，李建尧再次把背篓里装满粮食和蔬菜。本县最富裕的大厂，肯定好卖货。不多时，看一个老太太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，李建尧手里拿了2根芸豆晃了晃，老太太心领神会。哎呦，我的外孙啊，你咋自己来了？你娘还好吧？快跟我回家歇着。姥姥喂，我都差点忘了家里的道了，这城里忒不好走呢。小伙子，你都有啥？姥姥啊，白面、玉米面、小米、韭菜、芸豆都有，您看你来点什么？白面啊，芸豆，稀罕货啊，这个季节有芸豆可不容易。你快说说价，要是行的话，我多买点。对了，有肉没？既然问肉，看来不缺钱啊。随即在背篓里偷偷放了1只兔子和1只野鸡。姥姥，我这还真有1只兔子和1只野鸡，本来是要送给亲戚的，但是您这张嘴了，我就让给您好了。亲戚那过几天再送也行。那感情好，快跟我回家去，咱回家再谈。说着，拉着李建尧就走。小伙上面明明有26个哥哥，但交易时却只带了2只宠物。接上集，等出了院子，望着手里的钱，嘿嘿，又赚了40块钱，算下来手里差不多快200块钱的巨款了。等到了大姑家的时候，已经快1点多了。大姑在家没？谁呀？臭小子，你咋来了？大姑，我来看看你。走，进屋说。听说前阵子你趴窝了，可把大姑心疼坏了。要不是家里老太太身体也不太好，我早就回家去看你了。你爷爷奶奶都挺好的吧？都好着呢，大姑，我也好了。这不怕你担心，就过来看看你。表奶奶，您挺好的。什么？我说您挺好的吧？啊，原来是老二家的啊，快来炕上坐。好，对了，大姑，家里前几天从山上得来的兔子和野鸡，你拿着吃。这2个罐头和糕点是大爷给带的，还有奶奶给的粮食。这个菜是我在路上买的，便宜着呢。你们留着吃呀，我还没孝敬你爷爷奶奶呢。咋还带这些？快留着拿回去。家里有，特意给您带的，大老远来的，您就收下吧。听到李建尧的解释，大姑这才放下心来。晚上大姑父和大表哥回来，饭都做好了，大姑父直说丰盛，还问了家里人好，一顿饭吃的大家美美。大姑，我去县城逛逛，中午不回来了。去吧，但是要在家多住2天，不准偷偷回家。知道了。2爷家9大爷在县府工作，3爷家14哥在农机局。来都来了，去看看，以后办事也方便。到了县府大院，一眼看去4层小楼还挺显眼。大爷，我找李后墨副主任，我是他侄子，家里让送点东西。去吧，2楼右手边，自己看牌子。来到办公室门口，看着门开着，于是敲了敲门。三土啊，咋跑县城来了？家里都好吧？都挺好的。家里在山上得了几个兔子野鸡，给你送2只。咱村的粮食还够吃吗？咱家目前是够吃的，但别人家应该有不少饿肚子了。这个你拿着。可别，大爷，咱家人粮食一时半会儿是够吃的，你那点工资还是留着吧，有多的给我6姐和建超、建江哥多吃点，咱一大家子饿不着的。和9大爷聊了会，才出了县政府大门，转头就去了农机局。李建尧给14哥送了只兔子，主要想看看农机实力，以后村里说不定用得上呢。毕竟公社就2台拖拉机，想弄到村里可不容易。走完了这2位，李建尧坐上了去城外的马车。总不能东西都在县城搞吧？宋家庄那里有水泥厂、砖厂和石灰矿，都是目前急缺的。空间里不能总是露天存放粮食、水果啥的，虽然不会坏掉，但是堆在草地上总感觉是野生的。建个小院的材料应该需要不少，到时候用粮食换就行了。来到宋家庄公社，很快就找到了水泥厂、砖厂和石灰矿场。确定位置后，暗暗记下坐标。大白天直接动手容易混乱，等夜深人静再说。都下午了，再不回去，大姑该合计我偷跑回家了。三土啊，你这一天都干啥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大姑我逛得比较仔细，县城都快走遍了，腿都走细了。大姑听后没再多问，谁也想不到这孩子这一大天办了那么多事。吃完晚饭，李建尧像往常一样早早准备睡觉，实则在为晚上和徐老三的交易做准备。一大批物资，第一次交易总要好好准备一番才行。不到9点，大表哥已经睡得跟猪没有什么区别了。李建尧伪装成出去上厕所的样子，
实则悄悄地溜出了家门，到小树林用意识扫了一遍，没问题后，李建尧把粮食蔬菜全部放到空地，又放出馒头和包子来警戒，防止对面黑吃黑。三哥，你说那毛头小子不会骗咱们吧？他有那么多粮食吗？再说这黑灯瞎火的，折腾这一趟，要是白来了可不好玩。别瞎比比，有货自然是好的，没货也不要得罪人。咱们干这个，先是糊个口，再就是物资流通一下。无论贵贱，有口吃的，总不会让人饿死。这年月没吃的是会饿死人的。徐三哥果真守时，李老弟也是按时赴约，不知货来了没有？我到了，货自然也到了。不如徐三哥先验验货。行，那就去看看。说着，胡三儿和那个姓张男子就向李建尧身后走去。刚刚说话那个矮个子也要跟着过去，李建尧伸手拦下。验货而已，没必要用那么多人吧？小崽子，你想干？耗子！片刻，胡三儿两人回来，面上带着喜色。三哥，货没问题，成色也好。粮食4000斤，蔬菜3种，各1000斤。徐三哥，按咱们约定的价格结算就好。这时矮个子不断地向徐老三使眼色，要不是有眼眶和眼皮的保护，李建尧觉得这货都能把眼珠子飞出来，并且还得带点脑子啥的。哼，这位兄弟要是生病了，就在家好好休息，何必大晚上出来抽风呢？李兄弟放心，钱和票立刻结算，咱们不做一锤子买卖。接过对方递过来的一沓钱和一沓票，意念扫过。徐三哥仗义，我自然是信任徐三哥的，但这钱票加起来可多了些。李老弟仁义，多少就这样吧。毕竟老弟的货是不错的，老哥我还是有的赚。只是老弟自己一人，这么晚得多注意安全啊。自然不是。徐三哥不用害怕，自家养的猫大了点，不咬人的。李兄弟果然好本事，这2个大猫看着真威风啊！还行，前些日子在山里被狼群把崽子给咬死了俩，这俩货发疯了，把狼群给灭了，受了点伤，这才刚好。行了，徐三哥，东西你们就自己搬吧，我回去睡觉了。大约1周左右我会再来县城，到时候缺啥少啥咱再聊。告诉你们多少次了，不要玩那些上不得台面的，就你事儿多。你是嫌自己骨头少了，还是觉得自己脖子硬？于老四和郭胖子现在还躺着呢。再说你比狼群还牛逼，再有下次直接去跟于老四他们作伴吧。哼，徐老三这人还算不错。这是什么？走在路上的李建尧发现脑海里多了几个坐标，意念一动，闪身来到宋家庄。我操！我操！还能定点传送，这下可真牛大发了。平复了一会儿激动的心情后，径直来到砖厂换走了仓库里的青砖，留下秘密采购，以粮换砖，加紧生产。仍需3000方的纸条和细粮、粗粮各一半。接下来是水泥厂和石灰矿场。完成所有行动后，李建尧利用定点传送回到大姑家，轻手轻脚的回到房间，继续入睡。南街黑市的徐老三我比较了解，他家背景可靠，感情上也能信任。但北街黑市不一样，负责人张峰，道上叫张三丰，心狠手辣，什么踢寡妇门、刨掘胡坟、吃月子，反正缺的事儿是一点都没少干。不过今天我不是去踢场子，先去探探路，看看这黑市到底有多黑。说完，起身就往北街黑市去。站住！卖东西2毛。果然是个黑货，南街才1毛，这里就要2毛。递给矮个子2毛钱，刚要往里走，又被伸手拦了下来。卖的什么东西？我们得先看看。有这规矩？废话少说，先让我们看看。面粉我们要了2毛1斤，小米1毛5，你就不用进去了。我操，这两货还真是黑到无边了。两位，这价格没搞头。算了，我不卖了，行了吧？那不行，来都来了。再说北街我们三哥说了算，你这东西不卖你来消遣我们呢？痛快的就这价。行，给钱吧。两位，不对吧？还差1块啊？我们哥俩帮你卖东西，你不得买2包烟意思意思？得，算我惹不起你2位。废话真多，不买东西的话就拿来拿走吧。要是买东西，本来应该再交1毛的，但是看在小兄弟你2包烟的面子上，就不收你的了。那我进去看看有啥需要的吧。说着迈步走进了巷子。要问李建尧为啥不发飙呢？
咱文明人不得给土匪一点机会吗？要是没被人欺负过，还怎么光明正大的找人家算账呢？嘿嘿，我的个乖乖，这里比市价都高了1倍啊！果然是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富。要说狠，还得是张三丰这小子。看了看行情，李建尧觉得没啥可看的了，拍拍屁股走人。小兄弟，下次再来啊！哼，会来的，下次再来。要是不把你俩打出屎来，我就算你俩拉得干净。李建尧在探得北街黑市情况后，百无聊赖，决定继续在县城瞎逛。这年代县城也没啥好玩的，要说有，新华书店肯定算一个宝地。现在书店里说不定还有不少孤本，估计再过些年，这些书说不定就被销毁、遗失，或者在废品站等着被烧成灰喽。我得去拯救他们。说着，便朝着新华书店的方向走去。在这个时代，新华书店是个独特的存在，没有严禁殴打顾客这类标语，只要门开着，无论你进来做什么，只要安安静静，就是受欢迎的顾客。果然是纯真的年代，这么爱看书。悄悄看看大家看的什么？肯定是今天起得太早了，眼睛有点花。再看看，我还是继续找我的老书吧。先看看这时代的7大名著，版本越老越好。发达了，必须买下来。晚清4大名著，还有金石子集的线装版，以及中医经典这些。李建尧意识到自己想要的书太多，于是找到书店经理王文忠。王经理，我爷爷说祖上是读书人，一直特别喜欢收藏书。我看您这儿有不少老版本的书，能不能卖给我呀？行啊，你跟我来。在仓库里筛选，最终挑选了300多本书籍。王经理，我跟您约好，每个月我都过来一趟。要是有其他地方的库存，你也给我调过来点，只要是建国以前我没从这儿买过的书就行。行嘞，没问题。李建尧拖着大麻袋，找了个没人的角落，把书收进了空间。真不用看，真不用。除了这些，好像脑子里还会了些武术套路，这也是为啥前些日子上山碰到狼群都不怕的原因了。奶奶点点头，思索了一会儿，似乎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。奶奶，你这是在干嘛？哎呦，啊，疼不疼？疼。奶，咱这又没下雨，你干啥打孩子？行了，少屁话，知道疼就是人，是奶的亲孙子。至于你说的其他的事儿，我也不知道真假，反正是我孙子就行。嘿嘿，奶，看你说的，你永远是我亲奶奶儿，我也永远做您的孙子。就是咱能商量一下不？要打我也行，给点信号，我保证撅起屁股来让您抽。您这突然就给我一下，我还以为您咋了呢。行，以后都不打你了，我就是怀疑你是不是被啥妖怪上了身了。这招还是老猪婆子教给我的，说是突然吓一下，没准能把脏东西给吓跑了。这猪姥姥没事能教给奶奶一些正常的套路不？你的这个秘密自己保守好了，不要让第3个人知道了。奶，我懂的，只是现在家里人饿得皮包骨头，我看着难受，所以想着没事就多弄点吃喝用的东西回来。这荒年啊，奶奶经历过的也不是1次2次了。奶，您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全家人，尤其是我爷爷别那么多问题，不要问，只管吃就行。我爷那人要是知道我去黑市，他非揍我不可。行吧，到时候我会说话的，让他们少管闲事。你爷爷那里你也不用担心，他虽然厌恶投机倒把，但也不是脑子不转个的，人都要饿死了，哪还讲那么多规矩？不过奶奶，您是不是忘了咱中午该吃什么了？哎呦，还真是忘了，我现在就去准备午饭。等吃完饭，大家都回了房间休息。以后村里的事儿我就不给你出主意了，你去找3土商量吧，你有啥不明白的问问他。那成啥了？哪有爷爷跟孙子讨主意的？学无先后，达者为师，听过没？啥意思？就是我孙子聪明，事情看得比你明白，都可以当你的老师那种。你看看这灾年，乡亲们饿得都跟皮包骨头似的，你要是有办法早就想了，给你出个主意，你还挑3拣4的。哪有那么聪明的小孩？我才不信呢！哼，我孙子能让村里所有人吃饱饭，你能吗？咋了，爷？那啥，乖孙啊，你奶奶说你有办法让全村人吃饱饭，啥主意？跟爷说说呗。爷，走去你屋说，奶奶也不知道呢。那走，还墨迹啥？爷爷，其实吃饱的办法就是种菜。啥？种菜？让人吃菜吃到饱吗？当然不是，种菜是为了最终的粮食，种菜只是为了菜多点而已。我有一个方子，生产咸菜，口味一绝，咱们把咸菜卖出去就有了钱，
用钱可以买粮食，买了粮食，咱们村的人不就挨不着饿了吗？可现在不让卖东西啊，就没有直接有粮食的办法。有倒是有，但是最少得3年才能行。那你还是先说说种菜的事儿吧。爷，其实吃饱吃不饱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咱们产多少粮食的问题，这其实是一道数学题。咱们村产的粮食不够吃，只要咱们手里有钱，可以买返销粮，可以高价买粮食。只是咱们村每年每人平均收入是多少？按人头不算粮食的话，每人不到100块钱。那具体是多少呢？大概5块钱左右。我知道了，如果拿出10亩地来种这些蔬菜，可以收获4万斤菜。那爷爷你说这咸菜卖多少钱一斤合适？怎么着不得卖个8分1毛的？奶奶你说卖多少钱合适？要是好吃的话，我觉得3毛钱一斤能卖出去。爷爷你看看格局，但是我觉得每斤咸菜按照零售价5毛、批发价3毛的价格出货才行。那也太黑心了吧！不到2毛钱的成本，你敢卖5毛？爷爷，您觉得队员们吃饱饭重要还是黑心重要？那当然是吃饱饭重要。那咱再来算一下10亩地粮食的产值，按照每亩600斤粮食来算，1毛钱一斤，产值600块。而10亩蔬菜可以创造3万6千块的总产值，是种粮食的60倍，您算算合适不？乖孙啊，要不咱干他个100亩？我的亲爷爷，枪打出头鸟儿，15块每人的分红那不叫个事儿，150块的分红你信不信有人眼红到能杀人放火？再说了，咱们刚开始干还有好多事情需要解决呢，比如原材料的问题，比如秘制虾油的问题，比如销售的问题。咱村里账上现在一共有多少钱？大概几百块吧。那咱们先解决包装的问题，用金条、柳条编个小篓子，大概能装进1斤咸菜那种大小。接下来就是种菜，虾油的话旁边县就有，最后销售先让大伯在供销社里投放一批，批发价供货，卖出之后再结算。干了。为了能让乡亲们能吃饱饭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这个小伙只是给他宠物喂了1滴血，却震惊地发现自己能听懂他们说话。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，却没想到接下来听到的话让李建尧整个人抖如筛糠。接上集，爷爷，咱们村要不要多养点鸡和猪？人都不够吃呢，哪还有粮食喂牲口啊？如果我有饲料的配方呢？1年出栏2次，每只猪不低于200斤出栏。你哪来的那么多秘方？您最好问问我奶。你哪那么多问题？咸菜配方还要不要？饲料配方还要不要？那肯定是要的。爷，你看啊，庄稼一枝花，全靠分当家，2000口人每天使劲拉，能搞多少肥？要是鸡和猪多了，是不是肥料就多了？那庄稼的产量还不蹭蹭涨啊？弄好了每亩800斤玉米，多出来的200斤喂猪，咱是不是剩下1头猪了？更不用说鸡肉、猪肉，还能让乡亲们多吃几顿肉了。乖孙啊，要不你来当大队长吧？这么多我自己搞不来啊。爷啊，使用童工是违法的。另外，你这大队长兼书记得去掉一个职位了，再选个大队长吧。这事功劳太大，您都60岁了，得给年轻人铺路了。不过我建议大队长人选从我几个叔伯里选，自己家人办起事情来比较放心。大队长的职位不一定非要咱自己家人站着，而是别人真不放心。另外，如果别人要当选，您就当我今天的话全都没说过，啥秘方也没有，配方也没有。本来今年是要重新选个队长的，最好在东队或者北队，这样比较平衡一些。我就干个1、2年，书记带一带就打算退了。为了乡亲们，你牺牲一下不行吗？爷啊，为了乡亲们，我出主意问题不大，但是我又不是菩萨，给别人家贡献政绩，踩着我的主意上位，我还没那么高尚啊。再说了，别人成不成情的我倒是不在乎，万一别人以权谋私，泄露了秘方怎么办？到时候咱们村就没优势了，竞争起来，咱们卖5毛，他们就敢卖3毛，咱们要是接着降价，人家就敢卖2毛，到时候乡亲们接着饿肚子吧。那你说选谁当队长？我三爷家浩和大呀，咱们西队的队长年富力强，头脑灵活，又有经验，还是自己家人，最合适不过了。你到时候让公社直接提名就行，先别和公社说这些有的没的，咱们先干了再说。我还以为你要让你爹当大队长呢。我爹不擅长这个，再说了，哪有爹是书记，儿子是大队长的，说出去不好听。那让后河当队长就好听了。那当然，最起码咱家没拿这官当皇位，直接父子继承。再说后河大爷那里跟咱们还隔着福呢，户口本都不一样，别人眼红顶多叽歪几句，不至于说咱们霸占了村子啥的。其实要不是为了乡亲们不至于饿死，我才懒得出主意，凭我的本事，让在老李家吃饱喝足度过荒年，馒头和包子2个猫就足够了。那你说咸菜谁来负责？
我娘啊，很明显举贤不避亲。什么叫秘方掌握在自己人手里？就是自己人负责秘方，别人不知道的才行。本来论手艺，我三婶还是比较合适的，但是她这个人嘴不严，不能重用，可以跟着干活，但是不能负责技术。另外去锦溪收购鲜虾、运输什么的，工作量不大，去的时间也不用太长。我看四爷家后松大爷带着我见泽哥都行。就怕这样乡亲们有意见啊。要是有人唧唧歪歪，咱家人会，他们不会，就这么简单。挣钱给他们分还不满意，那就不要怪我不跟他们玩了。等李建尧给爷爷算完了账，才回到自己房间继续研究医书去了。还是在空间里搞点样品出来，给老爷子提升一下自信心，要不然刚刚费尽口舌说的那些话，冷静下来又该自信心不足了。说干就干，进入空间，迅速的忙碌起来。大概2、3天就能给爷爷奶奶尝尝了。既然做了咸菜，顺便搞点咸蛋，既能丰富家里口味，又能增加产品种类。下次给徐老三送货，可以带上腌好的和新鲜的蛋，时间足够攒下几百斤。接着又折腾了大半天才弄好了咸蛋。看着满院的兔子，兔子繁殖够快，先送一批兔肉给徐老三，然后将鸡鸭鹅中公的先杀掉一批，留下产蛋的，杀3头猪，自己留1头，一部分做腊肉，一部分留做鲜肉。这么快就孵出来了吗？要不试试滴血认主？撕开手指，先给小笋喂了一滴血。瞬间，李建尧脑海里传来小笋的声音。我去，这么神奇吗？行啊，别喊了，我不是你妈妈。不过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是你爹。那既然是一家人，你必须有个名字，以后你就叫花卷了，懂了吗？行，你去一边休息。估计晚上再喂一次，每天大概喂3次，看来和人吃饭习惯差不多。李建尧顺手薅来一些麦草，给小笋搭了个窝。你在这好好待着，别吵，慢慢消化吃的东西。李建尧出了空间，看着趴着睡觉的馒头他们，眼神变得狡黠。他分别给馒头、包子和丸子嘴里喂进一滴血。这老登怎么还不把水给我们？你们2个在说我坏话。老登好像能听懂我们说话了。撒币，别和我说话了。不是好像，就是能听懂了。以后再说我坏话，没水喝，听到没？李建尧又如法炮制，给老四进行了一番认主。其实狗的忠诚度是肯定没问题的，主要还是为了好沟通一些。要不然你给他下了命令，回答的是汪汪汪，你也不知道他听懂了多少，事情进展的怎么。小伙只是给大哥送了趟物资，没想到却被黄毛给盯上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小伙只能用出传说中的闪现。偷袭！接上集。爹娘，我想搬到西屋那间去，自己一个房间。为啥？建秋他睡觉不老实，每天晚上啃我脚，还踹着我睡觉，被子都被他踹地上去了。哼，你个臭小子还嫌弃上了，一个人睡那不得多烧一个炕啊？家里哪有那么多柴火？老二，你咋管这么宽？我孙子想去哪儿睡就去哪儿，反正屋子空着也是空着。你和老三见为几个有空多砍点柴回来不就行了吗？等吃完饭，李建尧把自己的铺盖抱了过来。乖孙，你又想折腾啥？奶，既然决定要让大哥去当兵，有空得训练训练他了，要不然吃亏了还得惹您心疼。是不是过几年会打仗？奶，您装的糊涂不好吗？一猜就中，多没意思。那还是别让他去得了。去还是要去的，没事儿，小冲突。再说我哥可不是个短命相。你朱姥姥教你看相了？不是，奶，是您给的那本医书上说的。你就放心吧，让爷爷给他训练段时间，没问题的。唉，行吧。爷，送我大哥去当兵这事儿怎么样了？应该播种完事就该差不多了吧？到时候会有一批征兵，那时候直接去就行了。那您看是不是给我大哥来个入伍前的训练？您可是老兵啊，教教他战斗技能，这样省得啥也不会就进去了。那行，接下来一阵子我抽空练练他吧。那您和奶奶制定个计划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以后进入空间就不用担心建秋发现了，感觉自由多了，舒服。次日吃过早饭后，大家准备上工。建伟，你就不用去上工了，就在家，我教你点东西。家里这2个老佛爷再加上黑心的弟弟，这个样子看着就不像是能让人快乐的事儿。难道是要给我介绍对象？可我还小，不应该啊。还是说之前的旧账又要被翻出来了？爷爷打算教你一套拳法，你想不想学？爷你早说嘛，你们3个这个样子，我还以为有啥事儿呢。大哥，你最近又惹啥事儿了？我警告你不要乱讲话啊！我告你诽谤，知道吗？我告你诽谤啊！别臭屁了，既然想学，那就好好学，
三土，你也跟着学学。奶奶中午给你们做好吃的，你俩谁先学会可以吃到，后学会的就没有了。练习了大早上，李建尧已经可以慢慢打一套了，而咱们建伟同学还在懵逼状态。孙子可教。我操！我以为记住了两式拳法已经很厉害了，没想到这有个作弊的。爷奶，小弟作弊啊！你看他肯定是早就会了，要不就是你早就教过他了，否则不可能看了2遍就全会了。要不把这孙子逐出家门吧，太笨了。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要不再抢救一下吗？还练不练了？不练了，中午不给饭吃，挺大个人了，还不如你弟弟。建伟同学只能跟随自己的记忆，又慢慢的学着，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午饭时间。今天中午吃肉，除了建伟不能吃，其他人都可以吃。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炫肉，大哥一伸筷子就收到爷爷奶奶清澈的目光，只好将筷子转向土豆南瓜。哟，建伟这是啥时候把肉给戒了？是啊，肉多好吃啊！建伟同学心里苦，很难受。等吃完午饭，奶奶倒是主动的问了建秋和建双：如果有人问咱们家中午吃的啥，你们知道怎么说吗？知道，中午吃的大白馒头和肉。不要说家里吃的什么，有人问就说吃的土豆和野菜糊糊，不然以后都没得吃了，知道了没？下午，李建尧闪身来到县城，找到胡三儿，把他带到了徐老三的地方。老弟，你可算来了。许三哥发财啊！不瞒老弟，你的货太抢手了，再加上咱们价格也不算黑，老哥我都卖没了好几天了。你要是再不过来，可要急死哥哥我了。许三哥，这次除了上次那些东西外，还有一批鸡鸭鹅兔猪以及蛋，这些你要不要？要，肯定要。不瞒老弟，总数在1-2万的货，三哥我还是能吃下的。那就好，猪2头，鸡鸭鹅兔各1000只，鸡鸭鹅蛋各500斤，玉米面、面粉、小米、大豆以及每样蔬菜各2000斤。里面蔬菜还是上次的价格，猪肉2块，鸡鸭鹅兔都是1块5，蛋1块。三哥你看咋样？行，老弟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，还是晚上去小树林那边吗？三哥，这么多货，你的驴车拉到天亮也拉不完吧？不如你找个偏僻点的院子，把地址告诉我，我直接给你送货到家吧。反正也是要送一遍，直接送到家多好。那太好了，我正好有个院子，左右邻居都离得挺远的，不如就那里吧。行，那咱们现在就过去看看。李建尧跟着徐老三来到了一处偏僻的院子，果然邻居离得最近的也有半里地了。院子不错，三哥你给我一把钥匙，晚上10点你带人来收货就行。至于我们怎么送货，就不用三哥帮忙了。对了，这次票最多要1成，货量不少，想来三哥那里票也不那么好搞。钱的话，黄货也可以，我不挑。那行，三哥我晚上就恭候兄弟了。告别了徐老三，李建尧又带着一些粮食和猪肉、鸡蛋这些去了钢铁厂赵姥姥家一趟，毕竟钢铁厂这条线还是有其他用处的。晚上9点，李建尧闪身来到院子外，意识扫过，发现了上次挨抽那个驴兄弟。这丫的，大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守着，还想看看爷是从哪送货过来，还是看看送货的人有多少？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闪身来到驴弟身后，一巴掌抽晕了他。回到院子，把东西从空间里拿出来。这，老弟好本事，老哥佩服。行啊，三哥别客气了，安排人交易吧。寒暄过后，马上让小弟们看货、称重。一番折腾之后，都快12点了。等李建尧出了门，找个没人的地方传送回了房间，喜滋滋的抱着10根小黄鱼和5000块现金睡着了。这个小伙只是往小剑上滴了一滴血，突然就被拉进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空间。接上集4日早上，照例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训练大哥。昨天的拳法大哥已经掌握的七七八八了，今天主要是温习一遍。建伟，你跑步去公社，跟你爹打声招呼之后再跑回来。如果半小时没回来，午饭就减少1半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大哥像是被狗撵了一般，撒丫子就跑。李建尧又回到房间，捧着那本1点准备读第2遍了。为什么看了这么久，还是看不懂里面的内容呢？突然，李建尧感觉好像是错过了什么，急忙翻到最后一页，只见角落边上有几个小字。我操！急忙用意识扫过整本书，终于在书脊上发现了特别之处，原来里面藏着一把古朴的小剑。应该就是这个了。割破手指，一滴血滴入小剑上，瞬间被拉进了一个房间，熟悉的场景又再现了。精神一阵恍惚，原来玉剑里记录了一套人体脉刃，真要学。痛苦过后，李建尧才开始打量起整个房间。看来这里面就这一个房间。卧槽，发达了，
那么老多的种子可以种在空间里啊，草药就不缺了啊，这不比费劲去采药或者购买药物来得快得多。兴奋过后，李建尧才退出了空间。爷爷早年征战，身体里有一些丹片还没取出来，就算灵泉水滋养过，但病灶仍在。现在我又得到了这传承，看来是时候了。等到了爷爷奶奶房间，和他们商量了一下，起初奶奶还是有些不放心。奶，你就放心吧，如果治不好，那一定治不坏。行了，反正我现在就是个糟老头子，能当个实验品还是有点用处的。得到两位老佛爷同意后，李建尧用意识一扫，发现爷爷左肩有2块弹片。真不知道爷爷这么多年是怎么忍着过来的。李建尧先用针法封闭了爷爷的痛感，把爷爷放倒在炕上。乖孙呀，你这是准备要给我送走啊？爷，你别紧张啊，我帮你把身体里的丹片取出来，那些玩意在你身体里好多年了，不能再留了。你倒是说清楚啊，跟抓猪似的，一下给我按到炕上，吓死你爷我了。爷，您坚持一下，我尽量快一点。等李建尧弄好后，已是满头大汗。出了门，从空间里拿出一些草药和灵泉水混合在了一起，又端了进去。爷，你把这个喝了，能恢复快一点。奶，这2根人参您拿1根去煲汤，还有1根等爷爷好之后，我再弄些酒回来泡上。行，我一会就去。喝完灵泉水后，爷爷的精神看上去红润了不少，连伤口都在慢慢愈合。33分钟还算合格，滚去背书吧。对了，爷爷，我去拿点东西给您。出了门，又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些咸菜。爷奶，你们尝尝这个咸菜。哦，没想到这个咸菜味道居然这么好。我准备中午让大家都尝尝，然后跟我娘说说这个生意。爷爷，你要不要先组织一个家族会议啥的，把选队长和咸菜生意这个事情跟叔叔大爷们讲一下？确实，这个事情咱们先通个气才行。这些年穷的吃不上饭，家里过年的时候也没有聚餐，这次咱们家就请客吃饭，把你几个爷爷奶奶、叔伯大爷都请过来吃一顿。哦，行，食材我出，酒也我出。之前去县里黑市倒腾了几回，卖了不少粮食蔬菜，收了些酒啥的。好呀你，小小年纪就去投机倒把，看我不打死你！爷，你这么吓唬你孙子就没意思了。死老头子，你吓唬我孙子算什么本事？你要是有能耐自己去，我不拦着，也不举报你，你去吧，看你能不能换回来东西。奶，别生气了，咱们中午煮点粥，配那个咸菜刚好。爷啊，我只是去换点东西，不存在投机倒把的。行了行了，别臭屁了，就好像你爷我不懂事理一样，滚去给你奶奶烧火去。吃过饭，爷爷叫住了爹娘他们。中午吃的那个咸菜味道怎么样？哦，味道真是好，我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咸菜。是啊，这个咸菜真是好吃。这个咸菜是三土研究的，具体的事情让他给你们说吧。是这样，这个咸菜既然这么好吃，那么咱们何不将它产业化，成立一个对半企业，专门生产咸菜，到时候把咸菜卖出去，村里要是粮食不够吃就买粮食，要是粮食够吃，咱们就把钱分了。要是大家觉得行，这个做咸菜的事情就让我娘来负责安排，咸菜的秘方我来提供，娘你负责安排生产原料。我没搞过这种东西啊，那什么，弄多少咸菜啊？还需要专门的人种菜，还要去外地弄那个什么虾油。我爷爷打算最少用10亩地来种菜，每亩地菜的产量大概4000到5000斤，这其实就是个小型的厂子，只不过最早出菜开始腌制也得5、6月份了，最晚能到10月末，相当于半年的工作量吧。这个活儿我也能干啊，我比你妈做菜还好吃呢。三婶，你是能解决油还是能解决盐？主要还是你不认识字啊，这个东西还是要对账的，咱们要跟队里的会计对好账，涉及到年底给大伙儿分钱的问题。死孩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说着就拍了李建尧屁股一下。三婶感觉背对的没面子，以攻击李建尧来缓解尴尬。哼，老三家的这是要翘尾巴呀，看来找机会得敲打了。放心，三婶，你肯定进厂子，就负责腌菜就行，不用跟着下地干活了。不过你要是喜欢种菜也行，安排你去种菜去。收菜的话，咱们还得需要几个壮劳力搬扛扛的。要不你来这个？别贫了，说正经的。娘，你要干的事情就以上我说的这些，安排好人，场地找大队协调，人员找大队协调。回头我把方子写给你，到时候你自己掌握，千万别外泄，泄露了咱们就不是独门生意了，到时候也别干了，继续吃糠咽菜吧。好了，
咱们家今天先说清楚了，明天正好没啥事，把你们几个大爷大娘和六叔六婶都请过来，再叫上后字辈，见字辈结了婚的一起来家吃个饭。老三媳妇，明天你跟老六、老八、老11、老12媳妇来家里帮忙做饭，这种事情就别让你妈这么大岁数亲自上手了。三土，你一会儿就去，请你几个爷爷和叔伯们明天过来吃饭。听完爷爷的话，众人没有意见，点了点头。爷爷倒是安排的利利索索，跑腿儿的孙子一会儿得跑断腿喽，还是当爷爽啊！嘿嘿。小伙决定带着全村脱贫致富，没想到有些人竟如此厚颜无耻，还想强行占为己有。没办法，那就只能劳烦17个哥哥了。接上集。中午，李建尧在厨房把食材从空间里拿出来，又去跟爷爷奶奶确定菜品。爷奶，我在厨房放了一些肉，到时候做点炖肘子、蒜泥白肉、小鸡炖蘑菇和红烧兔肉这些。这会不会太多了？这年月有的人家婚宴都没这么舍得。没事，奶，毕竟是爷爷和叔叔辈的，再加上自己一大家子，不得个6桌左右。行了，既然三土拿出来了，就这样吧。一会你和建伟去大门等着你大爷他们。李建尧喊上大哥就堵在门口，谢绝外人来访。毕竟各种肉菜那味道太勾人了，别说，还真有些人闻着味道就过来了。各位叔叔大爷、婶子大娘，今天我们李家一大家子聚个餐，顺便商量一下一些小辈的婚事，不接待客人，就是正常吃个饭。各位别在这里围观了，有这功夫去山上撵2个兔子，抓几个野鸡啥的，也给家里添个菜多好。三土啊，婶子做饭可好吃了，可以帮忙做饭啊。不好意思，婶子，我家里23个大娘婶子，我这边现在已经有14个嫂子了，这加起来锅台上都站不下，还是不用麻烦你了。切，哼，要进来吃饭也不是不行，跪下认我们老李家祖宗当祖宗，谁就可以进去等着吃饭，要不然哪凉快哪待着去，围人家门前算啥？随着几位爷爷奶奶和各路叔伯陆续过来，围观的人群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。还是穷闹的，要不然也不至于为了口吃的堵人门。大爷、二爷，咱们先进去吧。在院子聊了没一会儿，一个个硬菜就上桌了。老五，你这是不过了，整这老多肉，过年都没有你这顿丰盛。先吃，吃完再说。大家也是好长时间没见过这老多肉了，一个个也不矜持，该吃吃该喝喝，主打一个量大管饱。等酒足饭饱后，桌子上也空盘了。今天叫大家来，一个是凑一起吃个饭，热闹热闹；另外就是我这书记兼着大队长，不好看也不符合，咱们要重选一个大队长。我也60岁了，带新人，我就准备退下来。还有就是我家老二家的，有个方子，做的咸菜比一般的咸菜好吃，就是你们桌上吃的那个。我打算咱们弄个对半企业，生产这种咸菜，然后卖出去。卖的钱如果村里粮食不够就买粮食，如果粮食够吃了，就把钱分了。关于咸菜，老二家的，你跟大伙说说这个事。随后老妈又和大家解释了起来。可以说这一次家族会议很圆满，甚至影响了大队几10年的发展。下午，基本上每家都有人到了大队操场。大家安静安静，今天把大家聚到一起是要选举一名大队长出来，咱们当场填写选票，当场唱票，都听明白了没？好，那开始吧。乡亲们好，我是西队的杨伟，现年40岁。如果我当选大队长，我会带领全村老少一起大干特干，埋头苦干，请大家支持我。都要饿死了，还埋头苦干，真不愧是杨伟，狗一样的人物还想当大队长，我呸！大家好，我是北队的马必金，今年32，参选大队长，一个是为了给老书记分担一下担子，另外就是想着能给大伙多帮忙，希望大家选我。一个就会拍马屁的，村里的马都快瘦的脱相了，选你上来拍马屁嘛！乡亲们好，我是李厚和，今年38岁，组织成员。关于这次选大队长，我有几点想法跟大家说说。第一点，靠山吃山，咱们周围全是山，咱们得利用起来。这个问题我和老书记讨论过，咱们会增加果树的种植面积，同时在雨季给大伙时间去山上采蘑菇，秋收过后统一去采山货，争取把大家手里的山货变成收入。第二点，我17弟妹手里有个方子，做出来的咸菜味道非常的不错，我打算咱们大队办个厂子就生产这种咸菜，到时候我们把咸菜卖到供销社、厂子等地方，卖出去的钱到时候除了扣除该上缴国家的，剩下的村里留一部分用作公共开销。
别的咱先不说，你能保证这个咸菜生意能赚钱吗？我不能保证，但是我能保证的是，我要用20亩地来种菜，场子的事情交给我17弟妹负责，毕竟方子是他的，他负责最好。还有就是，如果这个生意赔了，我们李家负责赔偿村里20亩地的产值，以及所有在咸菜厂子里工人劳动的工分。那不如让浩鑫家把方子贡献出来，我就受点累，来帮大伙操持这个厂子。姓刘的，我家粮食不够吃了，你去把你家粮食全都搬到我家去吧。你们家昨天还大吃大喝，还吃肉了呢，今天就没粮食了。对呀，就是因为昨天大吃大喝一顿，所以吃光了。你快去把你家粮食都搬到我家去。我家的粮食凭啥搬到你家去？你家的粮食凭啥搬到我家去？哼，老东西，那我家的方子凭啥拿出来给你？凭你长得丑还是凭你脸皮厚？再说了，我家昨天吃什么喝什么了？吃你家东西了？你咋不上天呢？我打死你个小畜生！哼，老杂毛，你特么懂我弟弟一根毛！老子今天使给你打出来！都坐下，书记和主任都在这呢，成何体统？方子是方子，厂子是厂子。本来这个方子我娘可以拿出来给厂子免费用，但以今天这个情况来看，哼，方子的使用权可以给厂子，但是不免费。到时候看心情再说。如果别的厂子愿意花高价买断我娘的方子，我们也不是非要和钱过不去，你们说对吧？行了，接下来继续，没宣讲的抓紧宣讲。我和常荣觉得后河的参选方案很适合大队的发展，我们一致决定退出本次的大队长选举，并支持后河当选。虽然你们两个不宣读竞选词了，咱们流程还是要走的。老三，你去给大伙发选票。不一会，选举结果就出来了，石大爷当之无愧入选。行了，后河，以后你就好好当你的大队长，争取把咱们大队做到更好。大爷，我一定会的。等选举结束后，大伙一哄而散，各回个家，各找个妈。这家人只是邀请领导去家里吃个便饭，到家后没想到堂堂大领导却被奶奶骂得狗血淋头。接上集，宋书记、宋副主任和于干事一会中午就在家吃饭，都准备好了。嘿嘿，你这两位的关系，等会回去有好戏看喽。到家之后，奶奶已经端坐在椅子上了，李建尧一脸坏笑的准备好了茶水。大姐夫、大姐、五舅妈，婶子好。坐吧，喝茶。展明，你娘身体还好不？哪天你给宋家里来待些日子，我都快1年多没见到她了。哎，舅妈放心，我过几天就把我妈送过来，她也说想几个舅舅舅妈了。大青山老于家的，啥辈分啊？婶子好，我叫于兴龙。那差辈儿了，兴字辈儿得管我叫姨奶奶。你们家丛书萍是我娘家妹妹。当然了，你要是让我老婆子称呼你于干事也行。不敢，姨奶奶好，姨奶奶好。坐吧，不用这么拘束。丛书记真是稀客啊，舍得来家里了。大姐，你就别寒碜我了，小辈儿们还在这里呢，给点面子。也不知道是谁，上次大驾光临来视察，都没来家里看看，扭着腚就走了。是嫌弃我这穷家破炕，还是说担心我这管不起饭吗？行了，老婆子你就别刁难老三了。没错，丛书记奶奶的亲弟弟，而宋副主任是大姑奶奶家老大。奶奶早年在家里可是深入贯彻了打弟弟要趁早的思想，所以4个弟弟的童年是完整的。走吧，先去吃饭。哇，大姐，你家这条件也太好了吧，我都不想走了。我主要是为了招待我大外甥，你属于顺带的，吃饱了就赶紧滚吧。舅老爷也不生气，一个劲儿的往嘴里炫。要是在大姐面前假模假样的，别看这么大岁数了，照样挨揍。别光顾着炫肉，尝尝这个咸菜，有意见提意见，没意见最好。大姐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个咸菜又鲜又脆，香味十足，嚼起来回味无穷。要是配上一碗粥，简直太合适了。舅妈，这咸菜颜色上好看，味道上更好，尤其是冬天还能让人多点下饭的菜。大姐，我看这生意将来一定红火，就是不知道这样一份咸菜卖多少钱。卖多少钱的事情先保密，到时候有账本，你们要是愿意查账，到时候来查就好了。另外，我们打算把厂子收益的1成半拿出来交税，到时候乡里排个会计啥的跟我们对接一下，多了也没有。至于你们怎么跟县里分，老三、展明你们自己去跟县里商量。公社里能称得上厂子的一巴掌都能数过来，我们要主动交税，也算是头一份了吧。大姐，咱们能不能吃过饭，喝完茶，奶奶就开始撵人了。展明，你就不用去你几个舅舅跟前露面了，回去跟你五舅说一声就行，
抓紧把你娘带过来待些日子要紧。要是你不好意思，我就让老三去接了。知道了，舅妈，回头我就去小姨家看看，跟他们说这事儿。等三叔套完车后，准备送几人回公社去。三舅老爷，三舅，这几篓子咸菜，你们拿到公社食堂也让大家尝尝。还有就是这几只兔子，拿回家去也添个菜。有了这层关系，相信厂子审批的事情肯定能一路绿灯。看来大哥这段时间训练还是很有成果啊。大哥，水库溜达一趟。嘿嘿，走走走，你先去，我拿点调料，随后就到。你们两个一会儿把这些东西送到水库那边去。东西呢？我火都生好了。馒头和包子上山抓去了，一会儿就过来。不一会，两只猫嘴里叼着猎物，溜溜达达的过来了。嘿嘿，终于来了。李建尧熟练的处理起了食材，撒上调料，放到石板上，开烤。当香味弥漫而出的时候，大哥，馒头和包子均已口水连连。那大哥，这个给你，这是你们的，等凉一些再吃，不然烫嘴。兄弟啊，这才叫日子！我今天才知道肉是能吃到饱的，还没人跟我抢，实在是太幸福了。嘿嘿，这不是最近看你训练的挺辛苦，给你补补，还是我对你好吧？那没话说。不过刘总举那孙子真他妈不要脸，要不要找机会揍他一顿？你别老揍这个揍那个的，动动脑子行不行？咱这刚发生矛盾，人家就挨揍了，这不兔子脑袋上的虱子吗？还能不知道是咱老李家干的？那我偷偷的揍。大哥，知道为啥奶奶给你那3本书不？为啥？意思是嫌弃你文化水平低，让你多读读书，长长脑子。换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就是让你别一天傻逼呵呵的。知道那几本书总结起来中心思想是啥不？啥？你别一副老师的语气，直接说。简单来说，那几本书总结了一些经验，就是让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知其然，知其所以然，要讲究计谋。用俗话来说，就是让你玩阴的。卧槽，还能这样？也让你锻炼，除了强身健体外，主要是让你去了部队起点高一点，到时候去了一个新兵蛋子，被人家训的跟孙子似的，也会觉得非常丢人。另外，你是觉得当大头兵好，还是当指挥官好？你要是基础素质不行，瞎他妈指挥，怎么当连长、营长甚至团长？你想想，在你的指挥下，30好几个跟你出去干仗了，由于你指挥能力差，咱们被人家揍得跟孙子似的，你开心？你好好考虑一下吧。说完，灭了火，两人两猫就往家赶。